同学们好，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扩散机制和扩散系数。首先，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质点迁移可能存在的微观机制。如图所示，可以看出它里边存在着5种扩散机制。比如说，如果按照 D 这种方式进行扩散，它呢是2个质点直接交换位置，因此这种扩散机制就叫做异位。那环形扩散 E 可以看出它是4个质点构成了一个环状，那这4个质点呢进行协同的一个迁移，4个质点一起移动，那也可以推断出发生这种扩散不太容易。C 叫做准间隙扩散，它指的是位于间隙位的原子 A 呢，通过热振动将正常格点上的原子 B 挤入间隙位 C， 而原子 A 进入正常格点位置 B。 那这种晶格的变形程度呢，介于空位机制和间隙机制之间。那么间隙扩散 B 呢，指的是处于间隙位置的质点从一个间隙位移入另一个邻近间隙位的过程。最后一种扩散机制是空位扩散，如 A 所示，可以看出它是空位周围格点上的原子呢跳入空位，此时呢空位与跳入空位的原子分别做了相反方向的迁移。在这5种扩散机制中呢，我们说空位扩散和间隙扩散，它们所需要的能量是最小的，因此也是最容易发生的。那么间隙机制和空位机制是扩散的主要机制。我们知道，对于间隙，一个晶体里边间隙呢，它本身就是存在的，但是对于空位呢，它的来源不同，扩散机制又有可能出现差别。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空位的来源对它再进行分类。这个在第1节学这个扩散概述的时候也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如果说这个空位是来源于晶体结构中的本征热缺陷，那它包括弗隆克尔缺陷、肖特基缺陷，在这些空位上发生的扩散叫做本征扩散。它呢通常发生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而且温度越高呢，热缺陷浓度越大，所以容易发生本征扩散。那么非本征扩散，它的空位就来源于是由于掺杂与晶体中离子不等价的杂质离子而产生的掺杂点缺陷。那么我们说，一般只要掺杂进去，发生不等价置换之后呢，它就会产生空位。所以说，发生非本征扩散不需要太高的温度，温度呢通常是比较低的时候。那么非化学剂量化合物中受气氛和氧分压的影响，也会产生阴阳离子空位。我们把这些空位中的扩散也可以归结为非本征扩散，但是一般呢不太常见。因此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非本征扩散呢，它主要指的就是由于掺杂所引起的空位里边的扩散。那不同扩散机制下的扩散系数如何表示呢？我们知道菲克定律呢，仅仅从宏观上定量描述了扩散，定义了扩散系数，但是没有给出扩散系数与结构的明确关系。此外呢，菲克定律呢仅仅是一种现象描述，它把浓度以外的一切影响扩散的因素都包含在扩散系数当中，并没有赋予它明确的物理意义。那我们怎么将扩散微观机制和宏观的扩散系数这2者联系起来呢？我们可以进行微观的理论推导。思路呢，就是我们从一般的无规则行走扩散开始，也就是利用扩散的布朗运动理论
得到一个扩散系数的一般表达式。然后呢，我们分别引入空位机制和间隙机制，得出在不同机制下扩散系数的具体表达式。最后呢，我们通过对比不同机制下扩散系数的表达式，然后再写出它的一个一般形式。我们先来看无规则行走扩散的模型，它是无外场推动力，浓度差非常的小，质点呢也是由于热运动来获得活化能，从而引起迁移。而且就一个质点来说，它的迁移是无序的、随机的，各个方面上它的几率是相等的。而且它的迁移呢不会引起宏观的物质流，每次迁移和前一次也是没有关系的。如图所示，就是我们要用到的无规则行走扩散的模型。在晶格中取两个相邻的点阵面 ，N1 和 N2 呢分别代表第一和第二点阵面的面密度。R 呢代表的是两个面上原子的间距 ，X 代表的是扩散的方向 ，F 呢是跃迁频率，是一个原子每秒内离开平面的跳跃次数的平均值。那么在德尔塔 t 时间内跃出平面1的原子数就等于 N1 乘以 F 再乘以德尔塔 t。那由于平面1上的原子像平面2和平面3，它的跃迁的几率是相等的，那么平面1跃迁到平面2的原子数，那就是给刚才的这个式子除以2。那同样的，平面2跃迁到平面1上的原子数，那就是 N2 乘以 F 再乘以2/德尔塔 t。所以呢，从平面1到平面2上的径流量，那这个把它就可以叫做扩散通量，它呢就等于1/2倍的 N1 减 N2 乘以 F 再乘以德尔塔 t。那如果我们取单位时间，这个德尔塔 t 就可以省略。然后呢，又因为面密度除以面与面之间的间距就是它的体积密度 c， 所以呢，我们把体积密度带进去，最终呢再用浓度梯度代化，就可以得到扩散通量的表达式。这样呢等于负的1/2倍的 r 的平方乘以 f 再乘以偏 c 比偏 x。把它和菲克迪定律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扩散系数 d 的一维表达式。那 d 呢就等于1/2 fr 平方，三维表达式就是 d 等于1/6 fr 方。那这是扩散系数的一般表达式。那么在这个式子中呢，我们确定了菲克定律中扩散系数的含义，并且给出了固体介质中做无规则布朗运动的大量质点的扩散系数取决于质点的有效跃迁频率 F 和迁移自由形成 R， 是 F 和 R 平方的乘积。那么对于不同的晶体结构以及不同的扩散机制呢， F 和 R 是不同的。那所以可以引入不同的扩散机制来建立它们具体的扩散系数。首先，我们引入空位机制，尤其是针对本征扩散，那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只有具备足够大的能量，原子才能克服跃迁活化能德尔塔 Gm； 二呢，只有在跃迁方向上遇到空位，迁移才能实现。节点原子成功跃迁到相邻空位中的频率 F 应与节点原子振动频率、玻尔兹曼因子以及空位浓度相关，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进行表达。所以跃迁频率就与跃迁活化能德尔塔 Gm 联系起来了。这里的 A 呢是由晶体结构所决定的一个比例系数。又因为本征扩散里空位来源于热缺陷，
那我们可以计算出热圈下的空位浓度为 NV 呢等于 E 的负的德尔塔 GF 除以2倍的 RT。德尔塔 GF 呢，我们把它叫做空位形成能。那么把空位浓度带入频率 F 的计算式，再带进扩散系数里边去，得到下面的表达式。我们把德尔塔 G 呢用商值和含值来表示，得到最终扩散系数的表达式。然后呢，把与温度无关的都写成一项，记作 D0， 它代表的是非温度的一个显函数项。那所以整个扩散系数就变成 D 等于 D0 倍的 E 的负的 RT 分之德尔塔 HM 加上2分之德尔塔 HF， 这就是空位扩散中本征扩散系数的表达式。发生扩散需要2部分的能量，首先形成空位需要克服空位形成能，含值是德尔塔 HF。那质点发生迁移需要克服质点迁移能，含值是德尔塔 HM。那对于非本征扩散，比如说在氯化钾晶体中呢掺入氯化钙而发生取代，那它的缺陷反应方程就如下式所示，可以看出产生了钾离子空位。因此这种空位机制扩散系数中总的空位浓度是2部分空位浓度的加和，分别是本征空位浓度和杂质空位浓度的之和。此时扩散系数应由下式表达，可以看出发生扩散所需要的能量只有质点迁移能。那么同样的，间隙机制下的扩散系数也可以写出来，如下式所示。它和非本征扩散十分相似，间隙呢它本身就存在，不需要形成，所以说发生扩散它所需要的能量呢只有质点迁移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看出扩散系数 D 是与材料结构性能相关的一个函数，与点阵结构中的晶胞参数 A0 的平方成正比，与空位相关，与迁移也有关系。所以对于扩散系统中，如果机制一定，那么随着扩散质点半径的增大，质点迁移能不断的增大，所以说扩散系数是减少的。所以说扩散系数是减小的。若质点一定，对于不同的机制而言，那如果机制的结合强度增大，结构的致密度增大，那么质点迁移能也就增大，所以会导致扩散系数减小。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放射性元素对扩散系数进行一个示踪测量，它们的扩散系数之间有一个比例系数 F 的关系。晶体结构不同呢 ，F 的值也就不同。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到了扩散系数推导的最后一步了。我们把空位机制和间隙机制下它的扩散系数统一成一个一般的表达式，就是 D 等于 D0 倍的 E 的负的 Q 除以 RT。D0 呢是频率因子，与温度无关的一个显函数项。Q 呢是扩散激活能。对于本征扩散，它是由1/2的德尔塔 GF 和德尔塔 GM 的加和。那么对于非本征扩散和间隙扩散， Q 值就是质点迁移能。那么分析我们扩散系统里边的扩散快慢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始终围绕材料科学研究的一个主线，也就是组成决定结构，结构决定了性能。所以我们对上式再进行变形，两边取对数，那么以 T1为横坐标，以浪 D 呢为纵坐标，作图可以做出一条直线。那这个直线的斜率呢就是负的 R/Q， 那从而呢可以求出 Q 值。好，扩散机制和扩散系数我们就讲到这里。